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今天是2022年的6月6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中文了。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上课了，因为现在理查老师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日的晚上是不上课的哦。各位同学要记得哦，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日晚上老师不上课。不过星期六的下午4点，理查老师有教 New HSK Level 1哦。好多同学都来了哦。好，第一位同学是我们的维凯小土豆，欢迎维凯。第二位同学 Alex Press， 你好。还有裴静小土豆，欢迎。宋平小土豆 Sawadee Krab， 还有我们的英爱好，你好。还有我们的 Matasai， 你好。Christina 小土豆，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春娇阿姨来了哦 Sawadee Krab Norbert Ola。Hello 大面儿，好久没看到大面儿了，来自新西兰的朋友。还有 King， 你好。春娇帮我分享了，谢谢春娇哦。好，还有 Assist， 嗨，你好。还有我们的 A 呀，欢迎。立新小土豆，欢迎。还有我们的向文海，文海同学你好。还有笑容同学晚上好。还有这位同学不晓得怎么念你的名字耶，你好。你是 Felicia 呀？因为你的名字改了，所以我不晓得你是 Felicia 哦。Felicia 你好，米磊点赞了。萨瓦迪不是明格了吧？明格了吧？好，弟弟你好，还有我们的 Sierra 你好。Norbert 说别忘了点赞。对，各位同学来听老师的课，记得帮我点赞 ，click likes now，do it now， 现在就点赞吧。OK， 现在就点赞哦。好，记得帮老师点赞，老师需要你们的支持 support， 老师需要你们的支持哦 support。好 ，Hello Miss Mary 说老师晚上好，2天没见了哦，没错。好，明龙晚上好，还有我们的慧君你好 ，Hello Teresa， 好 Teresa 好久没看到 Teresa how are you？ 好，还有 Sai 同学，还有 Fat Cat 你好。还有我们的 Neat 同学，Assist 问老师说，这个笑话好笑吗？为什么裁缝喜欢可乐？因为裁缝最喜欢可乐的旗袍。我觉得不好笑，我看不懂I don't understand。Assist 我为什么喜欢可乐的旗袍？气泡是不是？Like bubble？The Coca-Cola bubble 是不是？是不是？不好笑，这个叫冷笑话，这个 lame joke， 我们中文叫冷笑话，一点都不好笑，我觉得这个英文叫 lame joke， 我觉得不好笑Assist I'm sorry， 不好笑。好的，好，这个我们中文叫冷笑话 lame joke， 不好笑。好，王和来了，王和来自奈及利亚的朋友点赞了哦，好，谢谢你。好，刚刚有一位同学是Jasva， 你好。还有谁？高杰，欢迎丽敏来了，好久没看到丽敏了。好，还有 Otto 说老师的房间没什么变化 ，all the same， 老师的房间都是长这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啊。好，我们的蓝墨，对不对？蓝墨你好，还有明华。还有凯柬埔寨的朋友Suste 你好，还有 Ibrahim， 好，我们来上课吧。差点忘记我们要练数字了。好，今天我们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哦。今天跑了几步？12026，好，中文怎么说？好，12026，中文要怎么说？来，现在告诉老师，中文要怎么说12026这个数字呢？好，我们的 Handy 来了哦，你好，还有我们的
NIT， 你同学你好，还有 Tanika 你好。不是 Thomas， 我写错了，是 Lamb joke，sorry。好 ，LAME 好 ，OK， 好 ，sorry， 老师英文真的要加油了。好，还有 TA Home 你好，好，维凯说12026步，答对。裴静12026步，答对。Clara 你好，好的，好。这个 Thomas 教我这个很好，我都记错了，是 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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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ke lame joke， 老师要把它记起来 lame joke。好，还有王和12026 very good， 大面儿12026 very good， 还有我们的 Felicia 12026步，很好。还有春娇12026步，立新12026步 ，Christina 12026，你们越来越厉害了，都答对了哦。还有我们的Tanika 12026步 ，very good。还有我们的 Otto 12026 26步。还有高杰12026步，很好。明龙12026步，很好。明磊12026步 ，very good。好 ，Matasai 12026步 ，very good。慧君12026步，好，大家都很棒哦，大家数字越来越厉害。所以为什么你们这么厉害？因为我们每天都有练习。每天都要练习中文的数字哦。你看老师每天跑步跑得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让你们 practice Chinese numbers。OK， 好。对，羊就是那个羊笑话，lame 是那个羊对不对啊？变成羊笑话了冷笑话叫 lame joke。好，老师也要学英文哦。今天的词汇难不难啊？很难。今天的词汇很难，我们开始上课吧。Okay, let's get started now. 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中级词汇 Intermediate 中级词汇 Vocabulary。今天学习2个单词，都不是很常用。We don't use the two terms often， 所以你们知道怎么用，知道这2个单词就好了。这2个单词说实话 ，to be honest， 不常用这2个单词不常用。好，第一个常规，常规。第2个单词常年，常年。好，你们要跟我念一遍第一个单词是常规，常规。第2个单词常年，常年。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常规，常规。好，它是一个形容词conventional。常就是常常这样做，规是规定，所以常规的意思是这是一个你常常要去做的一个规定。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常规这个词啊，在我们这个前几堂课我们有学过传统。常规跟传统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传统就是 like traditional， 对不对？所以常规就是从过去流传到现在，从过去 like pastime， 然后流传到现在。所以各位同学，常规就是以前这样做，以前你会这样做，现在你还是会这样做所以就是从过去流传，就是 spread or pass on now OK 到现在的事情。好，所以各位同学，常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从过去流传到现在的叫常规哎呀，也不是啊，裴静，因为这个是 HSK 第6集的词汇，所以比较难所以比较难。Hello， 苏丹的朋友好 ，Delia 来了，欢迎。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核能发电无法代替常规的
能源。核能发电。好，各位同学，你知道什么叫核能吗？核能就是这个东西。你们国家有没有核能发电？你看到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标志，你就知道这是核能发电，英文叫 nuclear energy、nuclear power。这个标志看起来就知道是危险的一个标志哦 ，dangerous mark， 危险的标志。好，危险的标志哦。对，从过去流传到现在的就是常规哦。好，各位同学，这个标志你一看就知道很危险，对不对？所以看到这个标志就知道这里是核能 nuclear power，nuclear 能就是能量 energy 能量哦。好的，核能发电，发电就是 like you power to power you generate power。好。所以核能发电就是 nuclear energy。各位同学，你们国家有没有核能发电？台湾有，我们台湾有核能发电厂。这个厂是工厂的厂，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就是 power plant。你们国家有没有核能发电厂 ？nuclear power plant。在台湾有三座核能发电厂啊，在台湾有3座核能发电厂。你们国家有没有核能发电厂？台湾有3座核能发电厂 ，nuclear power plant。好，这个大面回答老师说：“老师，新西兰没有核能的东西。”大面真的吗？哇，那很棒诶，表示新西兰是个很eco-friendly 的国家，很环保的国家啊。eco-friendly 我们中文说环保，新西兰是个很环保的国家，很棒啊。好，环保的国家。好，然后呢，对，新西兰是个环保的国家。然后 Norbert 说，西班牙没有很多核能发电厂，只有几座而已，没有很多。在台湾有3座核能发电厂。好，可心说，老师，我们的国家没有核能发电厂。柬埔寨有核能发电厂哦。好，泰国没有核能发电厂啊？真的吗？春娇，哇，很棒哎哦。哇，真的吗 ？Christina， 爱尔兰没有核能发电厂啊？哇，我以为每个国家都有核能发电厂哎。哇，其实有很多国家是很环保的，对不对？很 eco-friendly，go green， 对不对？好 ，OK，Hello，秋安。哦，王和说奈及利亚没有核能发电站，好，核能发电厂，好。好，这个 Matasai 说我的国家根本就没有核能发电，哇，那也很棒哎哈。菲律宾也没有核能发电厂啊，哦，真的啊。荷兰有3座核能发电厂。Assist 说好，这个 Assist 说水。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发电啊 ，other kinds of like power energy。缅甸也没有核能发电厂啊，越南也没有，巴西有2座核能发电厂。哇，很棒很棒哦！我觉得我学习到很多，因为我以为每个国家都有核能发电厂哦。好，无法就是 cannot， 代替就是 replace。代替就是把这个东西变成这个东西，这个叫代替。好，常规的就是传统的，就是 traditional or conventional。常规的能源就是能量，能源 energy power 能源。好，各位同学，老师问你们哦，常规的能源，菲律宾有，但是没有在使用。菲律宾有，但是没有在使用。OK， 尼日利亚有水力发电。好，来，各位同学，这个王和刚刚说尼日利亚有水力发电，老师现在问你们啊，
请问你们常规的能源是哪些？传统的 traditional energy 有哪些？刚刚王和说了一种叫水力发电，你们还可以想到哪一些别的常规的能源 ？Other kinds of like conventional energy。刚刚王和说水力发电很好，这个是 like water power right water energy 水力发电，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水力发电厂哦。You can say water power plant 水力发电厂。好，各位同学，你觉得常规的能源还有哪些？刚刚王和说有水力发电哦，如果是那个 plant 就水力发电厂。好，你好 Chinese 说老挝也没有核能发电，大部分是用水力发电。好，那个你好 Chinese 你可以说水力发电哦，水力发电很好。裴静很棒，裴静说常规的能源像是水力 water power 风力 wind power 还有阳，这个裴静我们不叫阳光，我们叫太阳能like some and solar energy。我们这个如果是 solar energy 我们中文要说太阳能哦，所以我们可以说太阳能发电厂，对不对？太阳能发电。好，我写一下哦。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些东西是 like a very important common sense, right？ 好，裴静说常规的能源是水力、风力，我们不说阳光，我们说太阳能发电，太阳能 solar energy， 太阳能太阳能，对。再说太阳，我们说太阳能太阳能发电。对，水的话，我们说对hydro power plant。好，植物啊，植物可以发电吗？我不晓得。风力发电很好 ，wind power 很好，风力发电有风力发电可以，太阳能发电厂可以，很棒很棒。用太阳能我们加个能 energy， 太阳能发电。Norbert 说，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只有再生能源电厂，85%的电力都是再生能源生产的，很好 ，very good。好，火力发电很好，火力发电对，火力发电是烧什么的？你们知道吗？我们就烧煤的火力发电是烧煤的，火力发电是烧煤的烧煤。烧煤炭的了烧煤的，煤是不是念 coal C-O-A-L 对不对 coal？ 好，各位同学，这个刚刚我们秋安说火力发电厂，火力发电是烧煤的 burn coal C-O-A-L right？ Teresa 说在美国有54家发电厂在营运，对不对？Teresa 发电厂 power plant， 在美国有54家发电厂在营运。然后 Norbert 说我家150公里内有3座太阳能发电厂太阳能发电厂。好，雅正同学来了，欢迎雅正同学好 OK 很好。然后 Lamos 来了 Lamos 你好 Lamos， 还有谁这个同学 Saint 说缅甸也没有核能发电蓝墨也说没有核能发电。好，也有石油的火力发电。好，蓝墨说有水力发电。好，煤炭对，烧煤炭的火力发电是烧煤炭的烧煤炭的。好，所以火力发电是烧煤炭煤炭的。然后有水力发电厂，很好蒙莲来了，欢迎 Naka， 嘿。好，老师再念一次我们的 example sentence。核能发电无法代替 replace 代替常规的能源 conventional energy。我们刚刚说过了，常规的能源有水力发电、火力发电，还有太阳能 solar energy 太阳能发电，对不对这些都是传统的，还有风力发电。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Hello Shine。
好，各位同学，常规的第一个用法是形容词 adjective， 它的意思是 conventional, traditional， 传统的。好，我们来做题目哦。你不能 you cannot， 你不能。好，这个问题方法 method way approach 方法，常规的用解决 means solve， 解决这个单词很重要哦，解决。布娜老师刚刚来了，对不对？哦，布娜老师最近好吗？布娜老师最近好吗？好久没看到你了哦，布娜老师。好，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好，秋安第一名。秋安说，你不能用常规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You cannot, in Chinese, with a way first. Okay, you cannot like use conventional methods to solve this problem. OK， 好，永祥，你不能用常规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就是传统的方法 traditional methods。你要用 creative， 你不能用常规的方法，那你要用什么的方法？你们知道吗？ What's the opposite of 常规的方法？你们知道吗？老师告诉你哦。好，常规的方法就是传统的方法 traditional methods。那它的 opposite， 它的 antonym 就是创新的方法 creative or like innovative way, right？ 好，各位同学，我们来学习一下哦。好，我们这里学到的是常规的方法 conventional methods， 那它的反义词是创新的方法 creative way，creative methods， 创新的方法 innovative way，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的方法 creative methods。 好的，可以吗？理解创新的方法，我们要用创新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创新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哦。好，立新，你不能用常规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你要用创新的方法哦。好 ，Hardwin 来了，你不能不对 ，Hardwin try it again， 再试一次。好，我们这位同学 Sai， 你不能解决这个不对，这个是 This is kind of English sentence order. In Chinese, we say 用常规的方法 first. OK， 好。Grace， 你不能用常规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好，王和说常规跟传统的意思是一样吗？ Yeah, in a sense， 它有常规跟传统有一样的意思哦，当然也有不同的意思。在这里它可以等于传统的，在这个句子里面可以相等，是一样的意思。好，对，创新的方法。OK, very good。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第二个，各位同学，常规的第二个意思也是形容词，它的意思是 routine or regular。我们中文说例行的。什么叫例行的？就是你每天都要做。什么事情是常规的？什么事情是例行的？什么事情是你每天要做的？很简单，刷牙是常规的事情，对不对？是你常规的事情。洗脸、洗澡，每天去工作，每天上课，这个都是你常规的事情，你的例行的生活，例行的事情，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是 routine life, regular life。 所以各位同学，常规的工作或常规的事情，常规的生活，就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例行的事情啊。有时候啊，各位同学，例行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无聊，
因为你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常规的工作、常规的生活一定会让你觉得super bored， 好无聊这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无聊。好，我们中文说无聊就是 like boring, bored, dull, OK， 无聊。所以各位同学，你的生活是不是都是常规的事情呢？都是常规的事情要做，那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好无聊每天都是上课，每天都是工作，都没有办法像 Puna 老师一样去旅行，没有办法像可人老师一样去旅行，因为我的生活都是常规的工作，常规的事情好，对啊，常规的工作会让你怎么样啊？一定会让你对生活，好，我们来做题目。无聊的常规工作 ，boring routine work， 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失去了对热情生活。好，让他这个让就是 like made him 失去了 lose， 对 like to to， 热情 like passion or enthusiasm， 生活 life。好，无聊的常规工作会怎么样呢？好，你好 Chinese 说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很好。还有我们的 Saint， 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失去了对等等，我看看。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这个对哦，这个是对的。Saint， 你的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对。我们要先说他，让他对 to something， we say to something first. We say the verb in Chinese. We say the verb first. OK， 好，所以 try it again. OK， 大面儿，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热情生活失去了。大面儿，再试一次。好，秋安，这题比较难。This one is hard. 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生活 Okay, in Chinese, in Chinese, we say like for life first. So subject, then for life. 所以我们要说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 for life first. 对生活 then verb 失去了热情。Okay, that's the way we said it. 好，曹同学，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好，这才对哦。好，裴静，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可以啊，裴静，但是我的题目里面没有的。I don't see any 的 in my options, right? 你这个句子可以，但是我的选项里没有的没有的。好，立新，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好，非常好。好 ，Norbert 说，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热情生活失去了，不行，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哦。好，对，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人乏味，很好的句子 ，very good。好 ，Fanny 的句子很棒。好 ，Matasai， 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生活热情失去了。你们为什么都会写成这样子？不行，不行。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这才对哦。诶，这题很难呢。这题很难哦。好，你们多想想，这题真的很难哦。你们多想想这个 structure 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各位同学，如果 HSK 5、HSK 6考你这样的句子，你就不会了。这个句子比较难一点哦。好，我们再往下看。无聊的常规工作让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刚刚说的常规是形容词，但是我们现在第3点，常规当作名词了，它的意思就是规定或者是规则 ，like rules。
regulations, conventions, code of conduct. 特别是在公司里面的常规 especially in a company, especially in a group, especially at school, 我们会有常规，就是它的规定，它的规定就是 like 比如说学校规定要穿制服，你们知道制服吗？ uniform 对不对？比如说在学校一定要穿制服，这个就是学校的常规，学校的一个 rules， 好，常规，各位同学，常规啊，当名词怎么用？比如说，在学校一定要穿制服 uniforms， 这个就是学校的常规，学校的规定，学校的规则，你不可以违反规定，你不可以违反规定 ，like break the rule or like violate the rule， 你不能违反 against the rules， 你不能违反规定。在学校你一定要穿制服，这是学校的常规。好，那公司里面 in a company， 公司里面也会有常规，比如说你一定要8点到公司，你要准时上班 ，you have to be at work on time， 这是公司的常规，你一定要8点上班，你一定要穿西装，这是公司的常规。好，我们看一下西装，这种衣服啊，就是西装啊，这种衣服就是西装。好，常规就是规定，常规穿 wear put on， 公司就是 company 是。然后呢，你不能 you cannot 你不能违反规定。好，你们可以把这个词语学起来啊，违反规定就是 violate the rules violate the rules。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这个同学是新同学 Joker 说，公司的常规是穿西装，你不能违反规定。可以，这个句子可以这样说，公司的常规是穿西装，你不能违反规定。不过我觉得立新的句子比较好啦。I think this kind of order sounds better. 穿西装是公司的常规。I think this kind of structure sounds better. OK， 刚刚这个 Joker 的句子也可以，不过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比较 authentic 一点。穿西装是公司的常规，你不能违反规定。好，公司的常规是穿西装，你不能违反规定，也可以啊。好，王和你的穿不见了，王和你的穿呢？好，公司的常规是穿西装，你不能违反规定。好 ，Christina， 穿西装比较好，穿西装是公司的常规 ，sounds better because 穿西装 is something we're emphasizing, right? So in Chinese, oftentimes we say something we emphasize first. 穿西装是公司的常规，你不能违反规定。违反规定。好，米磊，穿西装是公司的常规，你不能违反规定。好，非常好啊 ，Teresa， 穿西装是公司的常规 ，very good。好，大面儿，穿西装是公司的常规，公司的常规是穿西装，也可以啦。不过我觉得先说穿西装比较好哦。好 ，OK。好，凯同学，穿西装是公司的常规，你不能违反规定呀。好 ，very good。我们再往下看，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hrase 叫做打破常规。我们在以前的课学过打破传统，对不对？我们学过打破传统 tradition， 所以是 break with tradition。那我们其实常规也有传统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打破常规 ，like break convention， 可以把它记起来，还蛮常用的。
我个人比较常用打破传统，不过打破常规也可以，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好，决定 decide 决定，常规就是传统的意思。好，他打破 break 打破 OK。 好，去当一位男护士，去当一位男护士。好，当就是 like work as 当一位男 male 男护士 nurse。 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永祥说他决定打破常规，他决定打破传统，去当一位男护士。护士都是女生啊，传统上护士都是女生 traditionally conventionally 传统上护士都是女生，所以他要当男护士是打破常规，打破传统。好，曹同学他决定打破常规，去当一位男护士。好，立新他决定打破常规，去当一位男护士。有没有说这个词很有意思？对啊，我很喜欢这个词哦。好，大妹儿他决定打破常规，去当一位男护士。大妹儿，你的那个他是女生的他，是男生的哦，男生才可以当男护士。Shawn 他决定打破常规。好，还有谁？Assist 他决定打破常规。好 ，Joker 他决定打破常规，去当一位男护士。好，各位同学，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接受男护士 ？Can you accept male nurses？ 你可以接受男护士吗？你觉得你可不可以接受男护士？因为护士都是女生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不可以接受男护士？如果这个护士是男的，你觉得 OK 吗？好，我想问你们这个问题，理查老师很好奇 ，I'm really curious. Do you accept male nurses? Navi 说不行，护士一定要女的，不可以是男生，男护士好奇怪。好，你好 Chinese 可以接受，赛可以，凯可以。你可不可以接受男护士？理查老师可以，但是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啦，有点老师的观念比较传统一点。I'm kind of conservative。可以啊，这个 Felicia 有看过男护士，打破常规，好坏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Like break the mold， 可以，打破常规，好坏都可以用。Joker 说可以哦，宋平也可以。有没有说沙特这里有蛮多男护士的？在台湾很少有男护士，有但是不多，通常是女生，所以在台湾看到男护士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Christina 说在爱尔兰有很多男护士啊。蒙莲说如果是帅哥的男护士可以接受，如果很丑的男护士那就不能接受，对不对？永祥可以，帅不行。好，帅不可以接受。No way， 绝对不行 ，absolutely not， 绝对不行。接受，但是当了会很像女生，对不对？有点像女生，对不对？可以，秋安没问题，没意见。曹同学完全可以接受 ，Albert 也可以。玉竹说不行，好奇怪，对不对？大面可以，好，很好。然后呢，信说当然可以，不管是男护士还是女护士，只要能够仔细的照顾病人，都是好护士。Very good， 很好。男生照顾男生，对不对？男护士照顾男病患，对不对？可以。男护士照顾男病患。洗地可以，你们女生都说可以啊。有些男护士很帅，你们就觉得可以好。不行 Hardwin 不可以，不可以。巴西也有男护士，美国也有男护士啊。真的好像欧美国家比较多男护士可以，没有什么奇怪的。然后 Norbert 说从1985年开始
西班牙有很多男护士。在印尼很少男护士，台湾也很少了哦。Navi 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有男护士，有啦 ，Navi 现在开始有蛮多男护士了哦。好 ，OK， 很好，你们分享的很棒，我特别同意刚刚一位同学的说法，不管是男护士还是女护士，只要用心仔细照顾病人，都是好护士哦。我特别同意这个同学的看法。蓝墨说不可以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就是觉得有点奇怪而已啦，可以啦，但是会觉得有点奇怪。泰国也有男护士，对，男生跟女生的男护士跟女护士的任务不同，男护士照顾男病患，女护士照顾女病患哦。好的，很棒哦。我们这个词汇叫打破常规，你也可以说打破传统。好 ，OK，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常年。常年就是 all year round。常年是什么意思呢？常年是个副词哦 ，adverb。常年就是这一年内，或者是这好几年内、数年内，数 means several, many. Okay, like many. So it's like within 1 year, within many years. 所以在一年内常常发生的事情，你就可以用常年。在很多年、数年内，在很多年内常常发生的事情，你就可以用常年，表示这件事情常常发生、经常发生，你就可以用常年。好 ，for example， 李博士常年在国外出差。李博士 Dr. Lee 常年就是在一年内或在很多年内常常发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呢？这件事情就是出差 business trip， 而且它是在国外 abroad in foreign countries， 在什么什么外，就是 like outside your own country， so it's like in foreign countries， 在国外就是 abroad， 在国外，在你自己的国家以外的国家在国外出差的意思就是你去做生意 business trip 做生意去 like talk about deal with business 出差 business trip。 李博士常年表示李博士常常去出差，在今年这一年内常常做这件事情，或者这好几年内 several years 他常常做出差这件事情好，对，世界上很多事物都不断的在变化中，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合时代了，不合时宜了，需要打破常规。他看起来非常年轻，可以啊，他看起来非常年轻。好，各位同学，常年表示在一年内或在数年内经常发生的事情，你就可以用常年。像李博士，他常常去国外出差，你就可以说常年在国外出差。一年内，这个各位同学，这个同学问的问题很好哦。常年指的是一年内，这一年内，或者是好几年内。OK， like within 1 year or within many years。OK， 所以常年的意思可能是你这一年常常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这好几年来你常常做一件事情，都可以用常年常年。好，各位同学 ，Chinese is so confusing because we have this kind of 常年 we also have this kind of 常年，有什么不一样？好难哦。来，老师告诉你，常年的意思，这个常就是 often。We are talking about frequency， 频率。不是频率，频率。We are talking about frequency。
所以各位同学，当你用常年的时候，表示你这件事情经常发生，1次、2次、3次、4次、5次、6次，经常发生。It happens often. It happens usually. 好，这个是关于频率，所以常年叫 all year round， 表示这一年内常常发生这件事情。那什么叫常年？常年表示你这件事情持续很久，它不是发生1次、2次、3次，它就发生1次，而且这一次很久很久很久。So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state. 常年，这件事情持续了好几年。OK, for years. 这件事情持续了好几年。OK, 好，看着老师哦。常年表示事情经常发生1次、2次、3次、4次、5次。This is 常年。事情持续很久，不是1次2次，是一件事情持续了很久，这个叫常年。哦，没有1次2次，它就1次而已，而且持续了很久。好，那各位同学，理查老师常年直播可以这样说，很好。好的，那各位同学，现在有2个句子，老师先念给你听。老先生常年卧病在床。卧病在床的意思就是 ill in bed， 生病了，而且躺在床上，你就可以用这个成语，这是个成语，卧病在床是个成语，表示这个人生病了，而且躺在床上，这个叫卧病在床。老先生 old man， 老先生常年卧病在床。另外一个句子，老先生常年卧病在床。What's the difference？ 这2个句子都是对的，但是意思不一样。第一句的意思是老先生常年，表示他可能今年生病了1次，好了，他的病好了，又病了第2次。Okay, second time. Okay, so like he was ill twice, he was ill 3 times, he was ill 4 times in this year. Okay, in 1 year, within 1 year. 常年的意思就是他可能生病了1次，好了又生病了，好了又生病了，好了又生病了好了，所以这个叫常年。他生病这件事情是常常发生的，经常生病。那什么叫常年？他病了，没有再起来过了，他一直卧病在床，他没有起来过，他没有起床过，因为他病得很重。所以常年表示 state, he was ill, he has been ill. OK, 他没有起来过。但是常年表示好了又病了，好了又病了，这个叫常年。好，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好，我常年长了痘痘，不太会这样讲。我们说经常长痘痘就好了哦，经常长痘痘。好，各位同学 ，actually 常年 and 常年 ，don't worry if you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em. Don't worry because they are very formal. We don't really use it in our daily conversation. They are quite like written language. 他们其实是蛮书面语的。今天学的2个词汇，常规还有常年，都是比较书面语的词汇，我们平常不太说平常不太用，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才会用到的。对，那么相同的发音 Sai, let me tell you, even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will confuse them. 母语者也会用错，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母语者也会用错，所以你不用太担心，知道就好了知道就好了。海大王要回台湾啦太棒了！理查常年泡妞，那表示理查老师泡同一个妞。吴理查常年没头发。这各位同学其实这个常年是真的是平常说话很少用了很少用。
好，他常年在外打工，表示他没有回来过。洗地这个句子表示他从来没有回来过。从来没有回。Hello， 国强你好。好的，理查常年直播可以了。到了高中以后要常年考试。各位同学，常年一定是 over years， 一定要超过1年以上1年或1年以上，常年一定是好几年或1年或好几年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听得懂吗？听得懂好。Oh yeah, Christine. Before Christine, 宣传时间 announcement. Okay, advertising time. 各位同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Let's take a rest. And please， 各位同学，请现在呢帮老师点赞。然后呢，你还没有订阅老师的视频的，赶快订阅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订阅老师的频道。然后呢，分享 ，share my channel，OK。然后呢，如果你想要每个月请老师，喝杯咖啡，因为老师很喜欢喝咖啡，你可以成为老师的小土豆。小土豆，什么叫 small potatoes？ 就是老师的 YouTube members。那成为老师的小土豆呢，你就可以得到老师的这个 New HSK 的这个 JPG files 如果你成为老师的小土豆，老师就可以给你这个新 HSK 的 JPG files，OK？然后特别再提醒各位同学，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晚上老师不直播因为老师要休息一下要休息一下。好，可以哦。宣传时间 advertising time。好，矮大王要跟我吃播啊，好啊，来，你回台湾的时候，我们来吃播，好了，点赞了click likes, remember, share, subscribe, OK, and coffee 。OK， 我们考试吧。第一题，常年、常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什么？好，创新这个词很棒，老师很喜欢这个词创新就是 like be creative, be innovative， 创新就是 innovation。好，常常 often 需要 require 打破什么？好，这题很简单，创新常常需要打破什么？常规很好，常规 Navi right 常规，明龙放心，创新不是放心，创新常常需要打破常规。好，常规求安常规，永祥常规，好，还有 Grace 常规，维凯常规，你好 Chinese 常规，凯常规，好，宋平，还有慧君打破常规，还有万事开头难常规，答对了。好，我们的 Sharwin 也是常规 ，very good， 有没有常规？第二题 ，Number 2。好，夏风是个船员，他出海捕鱼。我们要选常年还是选常规？夏风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个船员。船员就是 crew member， 船员就是在船上去打鱼、去捕鱼的人叫船员船员。那如果是 captain， 我们叫船长，对不对？如果是 captain， 就不是船员了船员是 crew members。那如果是 captain， 我们中文要说船长 ，like Captain Hook， 虎克船长，对不对？好，各位同学，船员叫做 crew member， 船长 captain， 船长 captain。好，出海捕鱼 is like go fishing in the sea， 就像这个图一样。他去捕鱼，去抓鱼 ，catch fishes， catch fish， 对不对？go fishing， 去捕鱼，出海捕鱼出海捕鱼。好，所以他怎么样出海捕鱼呢？好，夏风是个船员，他常年出海捕鱼，表示他常常这好几年来，这一年来，这好几年来，常常去出海捕鱼好，非常好。
明龙出海捕鱼，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他常年生活，可以很好。好，秋安，夏风是个船员，他常年出海捕鱼，常年很好，都答对了哦。好，还有谁 ？O'Hare 常年 ，Nina 常年哦 ，Matasai 常年，创新常常需要打破常规。好，蓝墨点赞了，谢谢你。米磊，夏风是个演员，不是演员，演员是 actor， 船员。夏风是个船员，他常年出海捕鱼。Very good， 很好。还有宋平，他常年出海捕鱼。Saint， 夏风是个船员，他常年出海捕鱼。最后一题，好，最后一题，常年，常规，伦敦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好，各位同学，伦敦就是 London， 就是英国的首都伦敦。雾气，各位同学，雾就是 fog， 你也可以说雾气，你也可以说雾就好了哦。笼罩就是 be covered with， 笼罩，你看这个图，笼罩就是满满的哦 ，be covered with， 盖起来，笼罩就是把一个东西盖起来，哦，笼罩。好 ，OK， 充满的感觉了哦。这个笼罩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点充满的意思，充满。好，盖满或者是充满。哦 ，like be filled with。好，笼罩。好，那各位同学，什么叫雾气笼罩？就是满满都是雾，到处 like fog everywhere，fog everywhere， 到处都是雾气，到处都是雾气哦。好，所以笼罩的意思就是盖满了，充满了哦。好，因此 so 被称为 being called 雾都，雾都就是 city of fog 啊 ，city of fog。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伦敦常年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好，慧君，伦敦常年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好，蓝墨，夏风是个船员，他常年出海捕鱼。维凯，伦敦常年表示啊，常常这样子，有时候出太阳，但是常常会，这几年来常常会都是雾，到处都是雾啊，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好，凯同学，伦敦常年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非常好 ，Christina， 伦敦常年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好，秋安，伦敦常年你的常写错了，是这个常年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Grace， 伦敦常年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很棒哦。时不时啊，伦敦时不时雾气笼罩，时不时我觉得时不时用在这里有点奇怪，时不时比较常用在人的动作上面这边用时不时比较奇怪，你可以用伦敦常常可以，经常也可以，时不时比较用法比较不一样，以后老师再来讲时不时的用法啊。好的，明龙，伦敦常年雾气笼罩，因此被称为雾都。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各位同学来听老师的直播课。明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7到9级的词汇，哇，好难哦。没关系，老师会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教各位新 HSK 7到9级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各位同学早一点休息吧，我们明天见咯。各位同学晚安，再见，拜拜。
点赞，帮老师点赞哦。好，各位同学再见。